邦尼这次一样入手了 iPhone 13全系列。本期节目会专注在重点对比实测，完整评测将会很快的推出，一起来看看吧。邦尼的完整深度评测将在近期推出，在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邦尼，也欢迎加入 Facebook 苹果讨论区，一起聊聊更多苹果产品吧。我们一样先从盒装看起，跟 iPhone 12系列一样，苹果不再随附充电器及耳机。这次比较大的改变是苹果移除了经典的外盒封套，所以防拆标签也带来了新的设计。重点是撕开的手感真的很舒服。在选色上，这次 iPhone 13 Pro 系列虽然保留了蓝色版本，不过在成色上都更淡了一些。边框跟镜头区域也从上一代的深蓝设计改成浅蓝，边框的亮面在光源下因为比较淡，其实比较接近银色。整体来说，这次蓝色版本的成色中规中矩，邦尼认为稍稍有些可惜。如果没有特别想选新色的话，选择喜欢的颜色就 OK 啦。而在 iPhone 13上，淡粉色真的不错看，并且蓝色版本相较起去年相对暗淡的调色，这次也更加讨喜。同时，这次 iPhone 13全系列依旧保留了平直的侧框设计，所以在手感上也真的平直。建议还是套个保护壳，在手感上会好一些。4只手机都有防水防尘，都是采用单张实体 SIM 卡的设计，保留了 Lightning 接孔。萤幕正面则是采用了跟康宁合作的超瓷金盾。而在保护壳选择上，邦尼这次实测的是 Devil Case 的新品，分别是恶魔防摔壳 Pro 以及恶魔防摔壳标准版。两者的主要差异，在 Pro 采用的是10色全包覆设计，而标准版则是采用透明的抗黄双料材质。比较特别的是，这次在两款保护壳上都加入了高出镜头的铝合金镜头防护环设计元素，可以在掉落时一定程度的抵挡意外。同时，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镜头环带出个人风格。安装采用粘贴的方式，未来可以自行替换喜欢的镜头环。重点是，两款保护壳也都通过了 MIL STD810G 的军规测试。此外 ，Pro 版有额外的抗菌效果，以及如果你有在用 MagSafe，Pro 版本可以加购磁吸模组，保护壳就会摸得出来，加上了一圈磁吸片。邦尼实测是蛮稳的，有没有磁吸片都可以充电，差异就是吸附的紧度。当然，两款保护壳都可以在网站选择喜欢的背板设计。铝合金镜头环以及金属按键的样式或颜色，全部都可以客制化，组合非常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 Devil Case 官网看看咯。接着我们来看这次邦尼认为最大的亮点——萤幕，真的是终于 iPhone 13 Pro 系列终于迎来了 120Hz 萤幕更新率。虽然在 iPhone 13 Pro 推出前，还是有许多人认为 120Hz 无用，或是苹果不会上 120Hz， 但不论如何，邦尼一直都是觉得都到了13，苹果一定会有的那一派。毕竟不论是从体验，还是说都到了这个价位，或是对于苹果自己 120Hz 的生态来说，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可能就会喊出电。大家也可以想象，如果今年又是最大支的才有，那又是一个只能放弃手感，被迫上 Pro Max 的节奏。感谢苹果没有这么做。还是必须说，120Hz 所带来的流畅就是肉眼可见，也是邦尼去年一直没有拿 iPhone 12系列当成主力机的最大影响项。透过画面上的对比就可以看到，以流畅著名的 iOS 在60Hz 限制下，滑动还是可以看到明显的残影和顿挫。还是那句话，用过 120Hz 的朋友不会回不去，但你会不想回去。也是邦尼每次放下 120Hz 的机种，拿起 iPhone 12 Pro Max 的感想。120Hz 的流畅感，或许第一次使用的朋友感受有限，但当你再次拿起60Hz 的 iPhone，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从 iPad 上的 ProMotion 一直到 iPhone 13 Pro 系列的 120Hz 都能看到，苹果即使上了高萤幕更新率，在滑动速度上还是比较保守。大家都知道，60Hz 时代，如果萤幕滑动速度过快，残影几乎是放飞自我，这就是邦尼去年提到的硬体限制。所以 iOS 的滑动阻力也一直是比较大的。不过当萤幕更新率上来时，其实各家就开始逐步拉高上限，并且透过模拟动态模糊的动画辅助，让滑动速度进一步解放。不过目前看下来 ，iOS 在这一块还是比较保守，就是比较流畅的 iOS。期待苹果未来会在 120Hz 上进一步最佳化，也很期待苹果加入后 120Hz 在未来有更多支援，
毕竟如果有人可以把120Hz 的生态做好，苹果一定是其中之一。整体来说，邦尼还是认为120Hz 是这次最重要的音响项。如果预算够，还是建议直上 Pro 系列。如果是从11 Pro、12、12 Pro 要换到13，其实在体验上的差异真的有限。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iPhone 13以及13 Pro 系列，萤幕材料的等级还是有所不同。最容易看出来的差异，就是从我们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当我们侧看时，13 Pro 的萤幕依旧维持比较少的色差，而13则是整个变黄了。应该还是受益于三星新一代的萤幕技术，表现甚至跟 S21 Ultra 上那一块萤幕非常相近。大家要知道，在 iPhone 13 Pro 系列出来之前，市场上能够找到侧看色偏比较小的萤幕，就只有 S21 Ultra。好萤幕还是 Pro 系列限定。这次邦尼也实测手上4只手机，在灰色背景下都没有绿萤幕的问题。还有一个小地方，就是这次 iPhone 13系列在萤幕的黑化上似乎有了些改变。因为 OLED 的特性，在强光下其实是可以看到萤幕的有色反光。今年的 iPhone 13全系列在光源下都可以看到蓝绿色的反光，在一体性上其实有所下降，这点是有点意外的。事实上，去年的 iPhone 12 Pro Max 在这一块反而做得比较好。而在萤幕亮度上，经过邦尼实测，在强光下的萤幕全白亮度 ，iPhone 13以及13 mini 都可以达到750尼特左右，13 Pro 及 Pro Max 则是可以达到900尼特以上。两者都可以很好的应付太阳下的表现，但如果是大太阳 ，Pro 系列还是会优势一些。此外，这次的小看点就是 Face ID 的模组变小了，不过重点是一样不支援口哨解锁，所以邦尼认为差异真的有限，还是要继续按密码。不过如果以有刘海为前提，与其左右缩短，邦尼自己比较期待刘海长度可以剪短一点，可以进一步释放上下的阅读空间。音效体验上，4支都采用双喇叭。以下邦尼也先提供13对比13 Pro， 更多实测请接着锁定后续的完整评测。相机部分，邦尼后续会带来比较完整的各家实测对比及解说，在意相机的朋友记得别错过。以下就先提供一些样张供大家参考。可以看到的是，过去那颗只要光线不好就离线的超广角，这次细节表现的确更好了。接着我们也来看夜拍，虽然说这次的感光元件增大，但事实上在去年的12 Pro Max 就可以看到，感光元件变大后，苹果并没有更积极的拉高夜拍的上限，而是透过更好的感光元件降低截取时间。所以换句话说，除了在极端环境下会比较有差异，在大部分场景中，就是13 Pro 系列截取的比13来得快一些，最终结果则是接近的。好的，邦尼后续会带来非常完整的相机测试对比及解说，请立即订阅，锁定接下来的完整评测。最后则是性能，基本上就是最好的手机端晶片。以下也先提供13 Pro 以及13的跑分供大家参考。可以看到13 Pro 的效能的确都比13好上一些，尤其是在图形运算的部分，因为13的 GPU 只有4核心，而 Pro 系列则是完整版，所以会有差异。压力测试部分 ，A15 Bionic 的峰值效能表现还是非常强，两只 Pro 版本机种在 Wildlife Extreme 都有3000分的表现。13以及13 mini 得分大约跟 Pro 版有 20% 的差异，落在2500分左右。而在压力测试中的稳定性，13 Pro Max 拿下了 58.1%， 13 Pro 则是 54.5%， 也就是最好的一轮跟最低的一轮有 40% 左右的效能下降，主要还是为了控制发热。两只 Pro 在稳定性上的差异，应该是来自于机身体积造成的散热差异，
可以看到 Pro 系列从第2轮开始就逐步降低了 24% 的效能，最后一轮得分则是1700分左右。而13以及13 mini 稳定度分别是 59.3% 以及 48.2%。mini 应该也是受限于机身，在散热上比较慢一些，在最高跟最低轮得分有 52% 左右的差距。A15 这头猛兽在发热上也比较猛，不过即使如此 ，Pro 降频后还是有着高通旗舰在峰值下 10% 左右的效能优势。13以及13 mini 则分别打平以及达到90%左右的表现，所以还是能够有效拉开差距。在散热控制上，透过最后几轮的效能限制，四肢的温度表现也都控制在40度左右。Pro 跟 mini 的温度受限于体积，所以都比较高。关于游戏实测跟比较完整的效能分析，后续一样会详细来测。最后帮你也来说说这次初步上手的想法。整体来说，虽然有很多人说这代 iPhone 升级无感，原因也很简单，就是 iPhone 13并没有在体验或是跟竞品相较之下带来有感的改变。但也有很多人会反驳，事实上硬体改变许多， A15 依旧强大的没有之一。帮你认为两边都说的没错，这代 iPhone 的确没有有感的改善使用体验，但在规格上是近几年 iPhone 在镜头上最有感的提升。再说的话，跟竞品相比，也就是几年前各家旗舰的常规升级。但邦尼自己认为 iPhone 13 Pro 反而是这几年好多只 iPhone 中自己认为最想换机的。虽然说一样要继续按密码，出门还是要多带一条 Lightning， 要细数的话，它还是有很多缺点以及不足。但 120Hz 的确就是关键影响项， iPhone 还是那个 iPhone， 还是那个追求均衡的 iPhone， 只要不要某一项太差， iOS 的体验就是仅此一家。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 iOS 的保护伞离线了，结局可能不同。邦尼还是期待苹果在硬体的部署上可以更弹性且未来一些。或许 iPhone 的均衡我们都习惯了，相信苹果还是可以找到创新的平衡点。选购建议也就一句，11 Pro 以上的机种如果真的要更新，就建议上 Pro， 换到13的差异其实非常有限。而如果是更之前的使用者，预算够可以上 Pro。如果还不急，邦尼还是会建议可以等 120Hz 继续下放，以及等待一些痛点更新。尤其已经花到2万5到3万的区间，没有 120Hz 真的会有些遗憾。好啦，本期节目先说到这里，别忘了立即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加入 Facebook 的苹果讨论区，一起聊聊更多苹果产品。iPhone 13全系列深度评测即将陆续上线。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